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姐妹换嫁》全情承课我们两对故事解说。红烛高悬，锦缎铺床，满是喜庆的胭脂暖色，衬得镜中佳人温婉动人。陆凌月替姐姐陆明月理着大红嫁衣，看着镜中人眉眼清丽，楚楚风姿，忍不住赞叹：阿姐这般模样，真是温婉动人。我见犹怜，这一身嫁衣最衬你了。陆明月指尖微僵，轻轻摇头，眉宇间藏着几分局促。不行不行，太过张扬夸张了。怎么不行？陆凌月放下发簪，语气笃定：姐夫可是当朝首辅大权臣，你们是皇上亲赐的姻缘，这般盛大打扮，方能镇住满场宾客。更何况阿姐生的这般绝色，这般装扮，洞房之夜定能惊艳夫君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细碎的脚步声，侍女匆匆来报：小姐，新娘子、新郎官来了。陆凌月快步冲到窗边，一眼便望见院中身姿挺拔的男子，眉眼清冷，风姿卓绝，当即眼底一亮，是顾慈甫。果真生得极好。阿姐快来看，这就是你的夫君。陆明月缓步上前，眸光轻颤，低声问道：你喜不喜欢？我喜不喜欢不重要。陆凌月回头，眉眼坦荡：今日你才是新娘子，本该好好打扮自己，莫要辜负这良辰吉日。这时年少的小风也走进房内，看着满是红妆，忍不住哼了一声，满脸不忿。齐明川那的纨绔子弟，整日不学无术，斗鸡走狗，浪荡无度，阿姐才不会为了他精心打扮，想得到美。陆明月轻轻叹气，眼底藏着无奈：好了，莫要任性，这是皇上亲赐的婚事，终究要好好置办，体面出嫁。陆凌月拍了拍姐姐的手，语气坚定护短：阿姐放心，他若安分守己，我便与他相安无事。可若是他敢恃宠跋扈，欺负你，我定捏爆他的狗头，绝不轻饶。屋外司仪高声唱诺：吉时将至，新娘子就位，吉时已到，请新人盖头。红绸盖头落下，遮住了陆明月眼底的思绪。身旁长辈温声叮嘱：今日出阁，往后便不是懵懂孩童了，要好好与妹夫相守度日。你且答应阿姐，无论日后发生何事，切莫任性吵闹，我们都会岁岁安好，顺遂无忧。锣鼓喧天，陆府千金盛大出阁，10里红妆轰动京城。可谁也未曾料到，新婚之夜风波骤起。陆凌月满心欢喜，等着姐姐安稳洞房，却听闻惊天消息：秦纨绔齐明川新婚当夜，竟彻夜流连青楼，肆意荒唐，摆明了要给陆家一个下马威。他怒从心起，瞬间识破所有算计，心头寒意彻骨。原来众人全都瞒着他，所谓的皇上赐婚，根本不是他与秦朗阔姐姐与齐明川的配对。自始至终，圣旨赐婚，唯有陆明月嫁顾慈，陆凌月嫁齐明川。姐姐知晓他性情刚烈，素来不肯受半分委屈，若是知晓自己要嫁给声名狼藉的纨绔，必定不惜抗旨拒婚，所以才联手众人隐瞒真相。大婚之前还再三叮嘱他，万万不可任性大闹，坏了婚事体面。好得很，一个个都瞒着我。陆凌月眼底凝了寒霜，连贴身侍女展月、慧云尽数知情，却无一人告知他分毫。今日暂且记下，待我归来，再与你们一一算账。此刻他顾不上追责，满心满眼都是受了委屈的姐姐。随我去秦国公府，我姐若是被他们半分欺凌，我便直接拆了这国公府。一行人快步出宫，却被一道清冷身影拦住去路。当朝首辅顾慈立在廊下，衣袂肃穆，气场凛然，周身威压，让人不敢靠近。下人惶恐劝阻：小姐，万万不可！顾大人位高权重，连老爷都要礼让3分，您切莫冲动。陆凌月驻足而立，不卑不亢，语气铿锵有力：顾大人，我知晓这桩婚事圣意难违，无可更改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我若犯了顾家规矩，甘愿领罚，绝无半句怨言。但今日我必须去为我阿姐撑腰。他抬眸直视顾慈，字字掷地有声：若是你的人敢拦我，我便踏平国公府，闹得满城皆知。明日传遍京城，沦为笑柄的便是权倾朝野的顾大人。顾慈静静看着他眼底的赤诚与桀骜，未曾阻拦，只淡淡颔首，默许了他的举动。陆凌月转身离去，行至半路，忽然驻足，转头看向身后：夫君放心，今夜我夜闯秦国公府之事，你只当全然不知，我绝不会牵连半分于你。待他走远，属下低声请示大人，属下是否需要暗中跟随保护？顾慈目光追着那道飒爽背影，语气平淡无波：不必，随他去。可此事若是闹大，恐有损大人清誉名声，属下忧心忡忡。顾慈唇角微扬，眼底藏着浅淡深意。那些日日盼着我出错，等着抓我把柄的人，日夜期盼的不就是这般风波吗？随他闹，无妨。彼时秦国公府内，红烛冷寂，空寂的新房里，陆明月静坐榻上，已然饿了整整一日。
侍女满心焦急，轻声劝慰：“大小姐，姑爷迟迟未归，您一日未曾进食，还是先用些膳食吧。”陆明月轻轻摇头，神色淡然：“无妨，再等等。”不多时，另一侍女慌张闯入，面色惨白：“大小姐，不好了！府里下人传言，小公爷今夜根本未曾入府，一早便去了青楼胡混。若是今夜就此作罢，明日全京城都会嘲讽您，沦为众人笑柄。”陆明月眼底掠过一丝落寞，转瞬便归于平静，轻声道：“他既心系青楼，今夜定然不会归来，你们也不必再次陪我，劳累一日，早些下去安置吧。”这番温柔隐忍，落在匆匆赶来的陆凌月眼中，只觉心口堵着滔天怒火。好一个嚣张跋扈的秦纨绔，新婚之夜竟敢抛下我姐寻欢作乐，简直找死！他转身直奔京城最大的怡翠楼，楼内丝竹靡靡，笑语喧哗。老鸨见来人气势汹汹，连忙上前阻拦：“三位公子息怒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怡翠楼能立足京城，背后自有靠山，切莫动手伤人。”陆凌月根本无暇理会，抬手一掌砸碎牌匾，声色凛冽：“少废话，让齐明川滚出来，否则我拆了你整座怡翠楼！”楼内醉酒的齐明川听闻有人巡视，醉醺醺走出，满脸嚣张：“何人敢直呼小爷名讳？”话音未落，陆凌月身后之人上前，直接将肆意妄为的齐明川反手制住：“奉秦家老祖宗之命，押你回府洞房。”齐明川酒意惊醒大半，又惊又怒，奋力挣扎：“你们放肆，竟敢拘禁我！我秦家定然不会放过你们！”无人理会他的叫嚣，一行人直接将人押回国公府。踏入新房的那一刻，齐明川看着眼前清冷的陆明月，又看向气势逼人的陆凌月，彻底懵了。陆凌月将人狠狠甩在地上，看向姐姐，眼底又气又疼：“姐，我把人给你绑回来了，你明知他是这般纨绔混账的东西，自己默默承受，却哄我嫁得如意，还让所有人一同瞒着我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你可知我有多担心你？”陆明月眼含愧疚，轻声致歉：“凌月，对不起。”一句对不起就够了吗？陆凌月又气又委屈：“你总想着让我嫁得安稳顺遂，自己却留着这些烟杂人与事，独自受委屈。”他转头看向瘫在地上的齐明川，气场全开，字字铿锵，震慑全场：“狗东西，你给我听清楚！我名陆凌月，是陆家七妹，世人皆称我辽东小霸王。我此生唯一的逆鳞，便是我的结发阿姐陆明月。你既娶我阿姐为妻，若是真心相待，好好护她，我便将你当作贵客尊长，好生敬重。可你若是敢半分折辱，欺凌于他，我定将你剁成肉酱，喂进恶犬。”齐明川又怕又怒，偏偏不敢反驳半分。陆明月连忙出声劝阻，生怕妹妹冲动惹出祸端。陆凌月却自有思量，低声对姐姐道：“阿姐，你如今奉旨成婚，无法抗旨或离，眼下最稳妥的法子，便是让他诞下子嗣，稳固国公府根基。人情世事，向来不是年老方休，祸福生死，从来世事无常。别乱说。”陆明月无奈摇头：“我不乱说。”陆凌月态度坚定：“国公府的风雨，我替你扛。今夜我不走，守着你们圆房，我再离开。”陆明月百般劝说，才让他松口离去，只留下贴身侍卫展月守在房外，再三叮嘱：“展月，好生护着我阿姐，但凡有人敢欺她半分，直接动手，天塌下来，我一力承担。”处置完姐姐的事，陆凌月独自返回顾府，一路行来，心头满是忐忑。往日他在外闯祸滋事，父亲定然暴怒责罚，今日闹出这般大风波，府中却异常平静，反倒让他愈发不安。不行，家法责罚最是拖延不得，拖得越久越难熬。今日事今日毕。他快步走入府中，寻到顾慈，坦荡开口：“我今日砸了怡翠楼牌匾，大闹秦国公府，长乖齐明川，过错皆在我，要罚便罚，不必姑息。”顾慈看着眼前坦荡率真的少女，眼底漾着浅淡温柔，轻声道：“并无家法可罚。”陆凌月一愣，满脸不解：“无家法？那我这牌匾岂不是白砸，人也白打了？”“自然不会。”顾慈缓步上前，温声解释：“怡翠楼藏污纳垢，败坏风气，我早有整治之心。你此番出手，乃是替天行道。齐明川浪荡纨绔，败坏门风，辱没国公府颜面，你出手教训，合情合理。”陆凌月听得目瞪口呆，忍不住感慨：难怪父亲总逼着我读书习武，原来读书之人最是擅长颠倒黑白，巧言辩解。说罢，他放下心事，大大方方道：“那无事便歇息吧，早些安寝。”话虽坦荡，心底却藏着疑惑，忍不住打量眼前的夫君。外界皆传顾慈年过弱冠，仍未娶妻，世人皆揣测他身有隐疾。他忍不住小声嘀咕：外界传言莫非是真的？
你这般年纪未曾婚配，当真有难言之隐。早知如此，我便留在国公府，看着那混账齐明川与我姐圆房，也不至于这般无趣。顾慈闻言，俯身靠近，眸光深邃。夫人此言，莫非是觉得为夫不堪？为夫身体康健，尚可一试。红烛摇曳，夜色渐深，一世温情悄然蔓延。次日清晨，天光微亮，陆凌月早早醒来，看着身侧熟睡的顾慈，心头盘算着如何开口探望姐姐。一番思索，他放软语气，刻意夸赞：“夫君，我细细想来，你当真厉害。世人皆说你是黑心老狐狸，可在我心里，你心怀坦荡，处事周全，最是良善。”顾慈睁眼，眸色清淡，何处厉害？能得圣上信任，执掌重权，便是最大的厉害。陆凌月笑意盈盈，随即道出所求：“今日认亲过后，我想去探望阿姐，不知可否？秦国公府规矩森严，我昨日贸然闹事，会不会给阿姐招来麻烦？”顾慈温声安抚：“昨日之事，既然已然强硬，便无需纠结退让，半途软弱妥协，只会让人得寸进尺，肆意反扑。放心前去，万事有我。”得他应允，陆凌月心头大石落地，眉眼轻快。夫君当真是世间最好的人。我晨练过后便去看阿姐，院中将士正在操练，见他前来，纷纷行礼。陆凌月不欲打扰众人，只想寻一处空地活动筋骨。瞥见一旁陈列的玄铁硬弓，顿时来了兴致。下人连忙劝阻：“夫人，这是4弹玄铁硬弓，寻常壮年男子都难以拉开。您精致玉液，切莫逞强，小心闪了腰身，换一把软弓便可。”陆凌月接过硬弓，抬手拉弦，瞄准，射出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渐渐正中靶心，引得众人惊呼连连。众人这才幡然醒悟，眼前看似娇俏的夫人，正是数月前在灵州驿馆单弓连射7匪，救下顾大人的绝世女子。一众将士纷纷躬身行礼，满心敬佩。恰逢宫中使臣前来探望，笑着开口：“圣上此前一直忧心大人与夫人奉旨成婚，性情相悖，难以和睦相处。今日一见，方知夫人智勇双全，侠义赤诚，圣上大可放心了。”使臣随即道出一桩密事，让陆凌月心头巨震。此番赐婚，并非圣上随意指派，乃是顾大人亲自向皇上求来的姻缘。陆凌月满脸错愕，全然未曾想到这一层。使臣退下后，他久久未能回神。而此刻的秦国公府早已乱作一团。昨夜陆凌月大闹青楼，长官小公爷的消息已然传遍整个京城。府中长辈听闻此事，震怒不已，下人匆匆禀报老祖宗：“老祖宗，大事不好！心腹的妹妹昨夜当众殴打小公爷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心腹还刻意阻拦下人上报，刻意遮掩。这心腹娘家妹妹如此凶悍，日后定然会搅得府中不得安宁。”秦老祖宗勃然大怒：“混账东西！当我这老婆子已然离世不成，速去传明川前来认亲敬茶。”下人面露难色，小公爷至今未起，怕是昨夜被打伤势未愈，起身困难。老祖宗怒火更盛，拂袖起身：“扶我去主院，我倒要好好瞧瞧，这心腹究竟是何等来路，竟敢纵容家人放肆跋扈。”风波迭起，两府纠葛，朝堂暗流，错配姻缘层层缠绕，可唯有真心不负韶华。乱世浮沉，红尘辗转，有人肆意张扬，护解情深；有人隐忍温柔，静待良缘；更有权臣倾心守护，一往情深，不惧世俗纷扰，只愿护得一人岁岁安然，一生相守。